简直啊！所有人都以为我在这个地方赚了多少钱。我要是再主持，把这2怀盐业都给了你们家，那背后掺我的折子，不得比城墙还高啊！啊！可是如果你立了功，别人就不能说什么，你说呢？对不对？您这么说也是一说法。哎，但是您把古平原牵扯进来什么意思？那若是他赢了，那该当如何？哎，古先生那可是民间小商人的代表啊。若是古先生赢了，那这江南的盐业就不能由你们李家一家说了算，得给江南的商户们留点生机。都让你们家拿走了，让我这做两江总督的没抓挠，也不好吧？大人，我还有一事。如果这海棠是由我李家捐资修建，所有的费用自当由李家全部支付。可古先生这笔钱怎么算呢？啊，那自然是朝廷批准了啊！朝廷批准，怕是等到明年再淹了，这钱也下不来。大人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属下不敢耽搁，我现在就去南通看看海棠的受损，做个计划，请赐。哎呀，贤侄请，我替两江百姓先行谢过了啊！哎，古先生，我让你走了吗？啊？我要去南通踏勘呢。别找借口，你们俩出了这个门就得骂老子的娘。这修海棠的钱我给你啊，我把在京的房子已经都抵了。咱们不如李家有钱，可是你要记住，你拿的这钱它干净，你也得干干净净的用。啊？这个，李钦说的对，到了明年发水的时候，朝廷的钱也下不来。哎，可是老百姓可等不了啊！一定不负大人所望。你记住，我这个人呐，一辈子愚笨，读书识字总不如人。但是有一样，我走一步是一步，不自欺，不欺人，做一事便成一事。你要是急躁求进，非成大错不可。呀！呀！你是看海棠还是赛马呢？我就是越想越气。那老家伙现在把咱俩当3岁小孩，现在已经开始当众挑拨了。哎，我这么想，我刚才出去了，他肯定又在背后嘀咕。你没帮我问问他为什么不帮我盐场的事儿？我问了，他说你们家就是趁火打劫。趁火打劫？胡说！商人低价买高价卖，这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儿。我要天天跟他讲仁义，那我喝西北风去。咱们还是看看海棠吧，事儿挺麻烦。哟，顾生，你先给我撂句话，我好安心。你说，我爹把2淮盐场这事儿交给我来办，这是我唯一从家里出来的机会，所以我想啊，无论付出多大代价，我都得赢，把这事儿办成。你能不能让我一让？谈不上让。我嘛也没做过盐场的生意，但是就像你说的，我们不是3岁小孩子。他想把我们关在一个鸡笼里，但是我们呢，不能任由他爽，是吧？那咱就这么说定了，修海棠的高度你让我一让。朝廷规定的标准是3丈3，我在这基础上再高1丈，多次高。那我替南通的老百姓先谢谢你。属下古平原，属下江宁候补道李钦。进来吧。九帅。九帅。
一到发军饷的时候，我就慌了。二位，这么有闲工夫啊？回九帅，两江总督让我们来南通修海棠，但如今南通十室九空，我们连人手都凑不齐，所以特地前来麻烦九帅，想借点人手。就是我们用您的兵啊，也不白用。实工、木工一天300钱，力工一天150钱，当天干活当天结算啊，吃住都由工地供应。借兵，你们赶紧把他们带走，要多少有多少。这个好，哎。我正愁欠了兄弟们大半年的饷，他们下边天天闹哗变，想造九爷的反。你们能把他们带走，我8辈祖宗谢谢二位，请。总督大人不是这么说的，他说遇到人手问题就得找您啊。我现在着急拿钱，赶紧要把他们遣散，别在我这儿闹事儿。你们还敢要吗？不是，那您说这应该怎么办呀？这也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。要是开工了之后，因为人手不够耽误了工期，那岂不是……着急了？别着急呀。老头派你们来找我，办法我自然有。我就说嘛，九帅一定是有妙计的。九帅啊，别耍我们了，赶紧说吧。巡抚衙门那儿押着5、6千破南京城的时候抓的老反贼，这些人管饭就行，钱都免谈。我给你们派2支队伍，在堤塘上看着他们干活。当然啊，军队的钱自然得你们付。这钱是狼山的好石头啊！杜先生，你真行。既然修了嘛，就给它修好了，争取100年都别塌。哎，我还到西海棠那边看过，李钦大人那一点都不含糊。我跟他打了个赌，比比看谁修得快，谁修得好。哎，你知道吗？等咱这海棠修好了，两淮的盐场那就彻底的是安全无恙了。南通人他知道好歹，你说这米价这一平，这人这涨回来了。九帅，我挑了2000多斤重的老贼，全给你押过来了。这下人手够了吧？他们都这样了，怎么干活啊？配了2个火器营，怕什么？一会儿把料卸了就是。这要是跑了一个，我可担不起责任。哈！他们有队有营，一个队跑1人，杀全队；一个营跑1队，杀全营。这光天化日的，谁敢呢？开料，这儿，开料！大量话我说完了，丑话我也得说，死了的我不管，可真有人敢往外跑，你辛苦的就是通敌啊！不敢，九帅放心，你聪明。走。啊，胡先生，您说吧，怎么干？我这有些跌打大夫啊，你看他们受伤的先去治伤，没衣服穿的先去把衣服穿上，吃了饭以后下午开始干活吧。
不能真有人跑了吧？跑？跑得过枪嘴吗？哎，好，哎呀，哈哈！卑职亲赐两淮盐运使。哎呀，哎呦，财神爷驾到，有失远迎。行客拜做客，这是规矩。请。哎，早就听说李百万捐了个两淮盐运使的职位，我一开始还不信。哎，江宁这个地方鬼比人多，上哪儿发财去？我这个两淮盐运使可不是来享福的。哦，倒要请教了。两淮盐业自古以来都是江南重要的税赋支出，卑职领了皇上的圣谕来整顿盐务，这难道不是题中应有之义吗？两淮哪儿还有盐业呀？啊，贵公子拿来那么些盐田的地契，我看两淮盐场十有八九都归了你李百万的手里了。我看你捐官这个钱亏了，两淮盐业反正都是你的私产嘛。我今天是穿着官衣来的，李百万三个字，总督大人就不要再提了。再说了，我来也是替总督大人解决难题来的。哟，我何难之有啊？您的难题还小啊！南京城像火药桶一样，曾香香的兵可不是朝廷的军队。这10年杀了多少人？哪个是良民？如果他们要是闹起事来，江南又得沦陷，朝廷的哪支军队能够降服得了他们？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两淮的官员有多长时间没有拿到俸禄？这10年仗打下来，乱发军功啊！总督大人门口站班的军官都是2品大员。他们要是闹起事来，这还得了？南通的海棠失修，南通下面7州县灾民无数，冲毁的道路、房屋无数，官、民、兵均不安。大人还坐在这里稳稳当当的跟我说太平无事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来是替大人解忧来的，不是惹麻烦来的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我什么时候说你上这儿来是找麻烦来的？哎，我这儿啊，确实是千疮百孔。哎，南通的海棠失修，贵公子勇挑千钧弹，已经去原地踏勘了，而且还要自家掏腰包修筑，给他报功的折子我都递上去了。你骗得了他，可骗不了我。他不是当官的，报功的折子、受赏，他什么都拿不到。总督大人可劲儿地消耗他的钱，目的就是想把我引出来。我来了。孔夫子说过：“与不能言者言，是为失言；与能言者不言，是为失人。”总督大人，您打算想犯哪条错呀？哎呀，你呀，李百万，还是李百万。好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吧。两淮盐场的收入都归你李家，江南一带就没有活力。你好歹高抬贵手，给地方上留下一点。两淮的钱两淮用。总督大人，
就不要从中作梗了。离开京师前，王爷交代过，只要你能保证这个地面3年太平无事，他会想办法把你弄到京师去享福。盐场的事情，不要再参与了。你慢点吃，别咬着手指头。这一天天忙的大忙人也见不着。你有所不知啊，那南通的海棠被水冲垮了，整个土地被海水浸了一遍，老百姓啊四处逃荒，哪有饭吃？本来啊，听说你到南通去，我和玉儿还高兴呢，没想到这么大座城，你说会惨成这个样子。那等我收大功的时候啊，我带你们一起去南通转一转，包括旁边的镇江啊、金山寺啊，都去走一走，你就放心吧，娘。那么想出去玩呢？那千里迢迢跟你过来，就换个地方坐着。委屈你了，哥，南通的苏大人来了。哎呦，苏大人，下官，苏大人，苏大人，快请起。有什么事您派人通传，怎么还大老远的亲自过来了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个老二，赶紧把这菜收拾一下啊！给苏大人呢泡杯好茶，切点水果，啊。苏大人，稍安勿躁，带我去更衣。苏大人，苹果、茶，谢谢谢谢。放这儿了。您喘口气啊。那我也帮。哥，6个苹果，一口气吃没了。再去拿点点心。啊。久等了，苏大人。跑了有几百里地，累死了。上官见谅了。什么上官啊，受不起。不过这南通到江宁也没多远呐，700里从何而来啊？哎呀，跑着四处借粮，今年南通这日子，实在是过不下去了。明白。今年确实是灾祸不断的。不过我既然要答应修这个海棠，就一定会对南通有个交代。属下不才。有件事只能求您了，快请坐，让您见笑了。我这次来呀，主要是想请古先生帮我递个手本。南通自古富庶，如果不是这次闹水灾，海棠崩堤，断不至如此之苦。现在南通的百姓有不少都卖儿女了。明白。那苏大人接下来具体想怎么做呀？就现在南通这个小城里头，5个省的粮商都到齐了，米价高得很。我的意思是想让总督派个兵，贴个告示，禁止粮商囤积。
苏大人啊，我不是做官的，但是做商人呢，我并不外行。你想让总督大人派兵贴告示，第一，总督大人未必肯；第二，那些米商可能拍拍屁股就走人了，米都是他们的，他们定多少价就是多少价，咱们管不着啊。哎呀，属下快让这些人给逼死了！这些大米商，个个都是身家豪阔，我一个小县令，实在得罪不起呀。这样啊，苏大人，今夜呢你就别跑了，留在我这儿。明日一早，我替你去递这个手本，顺便和那5省的粮商都商量商量。老二，点心准备好了没？做好了，谷大哥。我下了一锅白皮面，拍了2根黄瓜，还撕了一只盐水鸭，不知道合不合苏大人的胃口啊？合。苏大人，请。不吃饭可真不行啊！是。听说南通的百姓都开始卖儿女了。是啊。走，哎，你带我去。哎，干什么？你还想拔刀杀2个？这样的人你都不管，你就是狗官。哎，你别张口就骂好不好？我又不是官儿，怎么就狗官了？你不是狗官，那你就是奸商。哎，你要说奸商，那帮孙子才是奸商呢。明知道南通的老百姓都快饿死了，还在那囤积居奇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哎，今夜呢，就让我这个狗官儿，哎，好好的想一想，如何惩治这帮奸商。哎呀，好累啊！你看看吧。哎，按说呢，这苏玉华是个好官，老举人了，混了半天也就混了个县令，10几年的官，就这一身官衣，也送不了礼，也升不上去，对老百姓倒是也好。我呢是不好驳他，可你说他说的是什么话啊？让我派兵去压制米市，这像话吗？人家就是不卖，你前门进去了，人家后门溜了，我用什么罪名来拿人家？苏大人这事儿，你要是不管的话，那南通的海棠也没必要再修了。哎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修这个海棠本来就是救民于水火，南通已经易子而死了。您要是不救，等海棠修好了，人都死绝了，还修它做什么呢？是啊，你说的在理，可是真没银子呀。我这，哎，要不然你们2位能不能先……行，你们去告诉苏玉华，没办法。哎，大人，但您真的不能没办法呀。我们那是修海棠，米价若是平准，那一般富户回来，老百姓自然也就回来了。您把这事办妥了，我们才好召集人手，是不是？你们好召集人手，四面八方的都跟我要钱。南通百姓苦，金陵不苦吗？镇江不苦吗？总督大人说，他很快就能想到好办法，让你先回去安抚民众。总督大人，签阅了我的手本，好，太好了，我这就回。啊，这帮米商也忒狠了，实在不行，咱俩各出一部分钱。把这米买了，赈济南通。把米买了倒简单，买到何时啊？买到明年吗？
整个南通的百姓靠我们养，那你得多有钱。是，这如何是好呀？不过一朝囤积居奇，就想把咱俩给吃了，想的也太简单了。我现在有一招，可以确保必胜，但是得咱俩一块儿干。你还能变戏法把米变出来？哎，你看，以空对空，戏法人人会变，巧妙各有不同。我喜欢这。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你现在就算把全身的钱给他们也是无用。首先要把米价降下来，然后才能还这一方太平。奸商可杀，可不是嘛？哎。欢生古平原，李钦前来拜见前辈。是你们二位少爷呀？一位从死囚堆里逃回来的，一位李百万家的败家公子。你说谁败家公子呢？正是我们。还未请教老前辈尊姓大名啊？鄙人姓杨。人送外号杨千万，比你爹多那么一点而已。杨老板，您是商道前辈了，我们尊敬您，还望您高抬贵手，放南通一条活路，把米价往下降一降，我们兄弟俩也好做事。这二位小英雄，我自家的米卖高卖低，轮不到你们俩给我定价吧？这两江总督都管不着这事儿啊！你这生意啊，我看做的有点忒丧良心。说谁呢？我知道你京城来的，怎么了不起啊？想和我拼钱拼银子？拼就拼，你这库里有多少米，我就买多少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这库里面我有5省的米商在我手里，进退我一个人说了算。你买得过来吗？天底下的买卖只要有价，那就不愁买。好，我等你买。怎么样，小子？你和他一样要和我拼拼？我没钱，我哪有钱买啊？我就一句话。现在我们修海棠需要人手，你若是不降米价的话，那就是我们的对价，那就得罪无怪了。得罪？动官威我都不怕。知道我背后是谁吗？纯王爷。谁稀得和你拼后台呀？杨老板，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？赌什么？赌你10天之内，米价必降。不但会降，而且会大降特降。好，好，10天之内
只要我不降价，你们俩就输，对吧？对。赌金多少？就这个，朝鲜国进贡的大东珠，一共就2颗，另一颗在皇太后的凤冠上。此宝夜间发光，能辟水而行。姑姑，值不值200万两银子？哎，我该戏演怎么样？挺好，能骗过他就够了。这杨千万，我跟你说，忒气人，拿他当前辈，他自己给脸不要脸。坑这种人的钱啊，我向来心里是没负担。对付他就得弄得他爪干毛净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你打算挣他多少钱？那自然是越多越好。我想啊，他不是叫杨千万吗？咱们就挣他1000万。我先去金陵买米，你到湖南、湖北、安徽这整个一带都跑上一趟，每天招摇过市，就说南通米贵。你李百万的儿子奉了两江总督之命前来收米，但是1粒米都别买。你现在手头能拿出的是多少？咱们凑凑。大概100多万两，够吗？够了。这珠子是李百万那败家儿子的，他不是跟我打赌吗？说咱们10天之内米一定降价，这是他的赌注。只要咱们一旦米不往外卖，怎么就降价了？10天之内，只要1粒米出现在南通城，咱们就把它收过来。我看他怎么逼咱们降价。咱们也让全天下的商人都知道他李百万折在南通城了，折在我手，折在咱们大家伙手上了。哎呦，我说四爷啊，您这一扮上啊，活脱脱的大商人。嗯，成吗？成。不对不对，还有个眼镜呢。还有眼镜。来。好。小老二常四，自山西来，常年在两广做米面生意，承蒙兄弟们多年照应，初到贵宝地，多有叨扰，蹭让了。四爷啊，老江湖就是老江湖啊，扮什么像什么。你还没看到我呢。廖师傅啊，您莫急，等明天四爷这出戏唱完，就轮到您登场了。各位看官，看我的。这个膏药可不是我让贴的。老二，你这是哪出啊？我是您的狗腿子，给您当管家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。今天不早了，大家早点歇息吧。明天一早我们依计行事。四爷你切记啊，明天给你派发20万担的米，3两银子一担，切记要现银，低于3两坚决不能卖。那是。大人，哎，我正想问你呢，南通修海棠的事儿怎么也不见你们张罗？我得先把米价降下来，这也是在帮大人增加官声啊。哦，是。对了，我是听说李钦已经去了两湖了，你呢又在金陵城里头疯狂的买米，哎呀，真是生受你们了啊！花着自个儿的银子替朝廷办这事儿，哎，可是有一样我不明白呀，你们俩有多少银子，能救这南通的百姓啊？100多万两吧。哇，那哪够啊？不够。那您开仓啊，放赈粮。哎，我可没有米，我没粮。
我跟李青使了个手段，可以把米家建回来，自己不用花1分钱，同时还能再赚上一笔。哦，这话怎么讲啊？哎，好啊！哎，太好了！哎，来！哎呀，你看我呢也没多少钱，这是我这些年的俸禄，一共是2万两。大人啊，我没想到您能把俸禄都拿出来。您放心，米家的事儿我一定好好处理，这钱我一定给他花在刀刃上。哎，你以为我这是捐款呢？啊，不能，算上我一股，我也赚点啊。圣人说了，有便宜不占，傻瓜蛋也。啊，哎，圣人真是啊，高明。哎。嘿，这都下台了，还端着呢。四爷，您坐，我给您盛饭去啊。老二呢？哎，他在呢，四爷。咱爷们儿巴巴的跑来，脚跟还没站稳，又得回去。这杨千万是不是太欺负人了？可不是呗，那这一路人吃马喂的，滴了3两银子，少一个子儿，咱都不能卖。就这么定了。老话说，半上不相，不如不唱啊。四爷，您都绝了，过来行吗？太行了，累死了。哥，你怎么不夸我呀？你又没演，我夸你干嘛？啊，好了，辛苦了，吃饭。诸位啊，今天只不过是略施小计，我们就挣得了60万两银子。不是去救人吗？怎么还赚起钱来了？那个杨千万，他吃人肉喝人血，把南通所有的米全部买空了，自以为觉得自己很有能耐。廖师傅，现在到您上场了。你赶紧把行头都托给我。哎，不用，我按照您的身材啊，重新做了一件，穿上之后比四爷还气派呢。这次咱们还需要运2批，明天我会发你60万担，后天还有100万担。您记住了，都是3两银子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那杨千万又不是傻子，送这么多米，他吃得消吗？他是不傻，但是他太贪心了。如今我喂他多少，他就得吃进去多少。我要活活撑死他。安徽我还有几个做米生意的朋友，还能凑上200万担。好啊，那就一事不烦二主，常年做大，您全都伺候下来。我是这么想的，等事成之后，我想拿出50万两银子，给廖姑娘买首饰，您觉得如何呀？不是50。哎呀，好是好，只是常四爷还在，我拿这么多钱，不好意思啊，那就少点。哎，别，就那么定了。哎，你比我多卖那么多，做戏也要更多啊。我今天啊，可算见到杨千万那个德行了。要不是你还要做戏，我一拳把他的鼻子打爆。就是个坏人，完全是个坏人。哎，等我吃完饭，慢慢跟你讲，你就知道怎么对付他了。哎呀，您就先别吃饭了，现在就教我，把我教会了，您再吃饭，我陪您喝2盅。来，坐，来。奸商，睡觉。我就说吧，又要被你骂了。这个你倒是记得挺清楚。你以为这些钱我想自己留着呀？还不是希望南通的老百姓可以过得好一些。要是每一个修海棠的工人每天都能多拿2分回去养家，等米价平了，海棠修好了，南通也就恢复生机了。这就叫做一事就要成一事，成一事就要立一事。除了你呀，
我不想再被别人骂了。你这个奸商吧，还挺记仇。哎，南通城又来了个米商，是个灰骆驼。灰骆驼，别跑这儿来给我惹麻烦。大了多少米啊？60万担。不少啊。听说后边还有200-300万担。60万担。你没听错吗？千真万确啊。就是360万担，这么多米。小小的南通城哪吃得下呀？读了四书五经，学会一身坦荡，翻过陈年旧账，走马几轮光阴，也走历了面庞，演过人情薄凉。我看过万里雪茫茫，也曾被谁紧握不放。只剩这一柴米油盐，终会随意涨。翻一歌声，趁机回肠，好戏正在开场。天下有道理，千军义气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外圆内方。一步烽烟，一条路，一生用脚步丈量。众生万象，粉墨登场，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。善意有道，我担当。日出东方。流过多少血泪，只要爬得起来，纯洁当作小将，还能喘一口气，就剩记着脊梁，扛过刀剑风霜。人生在世本就长，咬紧了牙关走一趟，凭谁人说痴心妄想，众口随一张，翻一歌声，纯净回肠，好戏正在开场。天下有道理，千军义气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外圆内方。一步烽烟，一条路，一生用脚步丈量。千河过尽，人间万象，尘埃落定，留下传奇一桩。山河浩渺，我担当。日出东方。